我是小米，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环世界了。我们来继续啊，上一期我们是打了3次的破墙袭击啊，这边还有好多东西没有处理啊。然后上一期有很多小伙伴给我留言有关于这个 bug 的问题啊，有的小伙伴说呢，是因为我们这里的这个任务清零了，我们只要把这个当时是有一个这个掘进机的培育任务啊，把这个任务数。再加1啊，就有可能可以让它恢复啊，这是一种解决思路。另一种呢，也有小伙伴提到，有可能啊是这个有机器人啊在被再去清理这个里边的垃圾啊，但是这个机器人呢，因为种种原因被我们放到别的地方去了，或者派到做别的任务，它没有办法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这个机器就卡住了。我们也可以考虑尝试让这个机械体全都去休眠啊，然后再让它恢复工作，有可能可以让它这个东西恢复啊。这是几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吧。总而言之呢，反正我们现在也没有这个掘进机，我觉得造1台也差不多了啊，第2台造不造都可以啊。有材料可以造，没材料我们就暂时先放一放。这一期上来呢，我们先把我们的阵地给它补完，把这几个上一期俘虏的研磨族给它处理一下。研磨族呢，我记得当时是抓了一个属性比较好的，看一下啊。就是这个心理变态高效睡眠加供不昂，它的火也还可以啊，但就是技能等级稍微低一点。但是呢，研磨种它有硬伤啊，硬伤就在于它有一个弱免疫，再有一个天性悲观啊，还有一个较慢愈合等等啊，这些就都决定了它不太能作为我们的主力的这个小人去这个进行战斗啊，所以我就不考虑把它直接转化为正式员工啊，我只想把它作为实习生啊。那作为实习生呢，我们只要降低他的意志啊，先要教化一下，把它洗成我们的宗教啊，然后降低他的意志，把它奴役起来啊就可以了啊。这些小人我们都给它处理掉啊。然后另外呢，我们现在呢这个生物技术的这个 DLC 啊，这个科技解锁了之后，我们也可以开始去抽取这些囚犯的基因了。他们虽然有一些不好的基因，但是也有很多可以用的比较好的基因啊。我们把这个基因的抽取的这个装备给它弄下来之后，要配多一点的基因库。一些不太好的基因呢，就是你要看一下啊。比如说这个心灵伴侣的这种基因啊，或者是夜视的这种基因，它可能有一个好的地方，它可能会伴随着几个不好的地方。你要用这些不好的这个基因去把这个代谢率给它配平啊。你看到现在是减1啊，这边又减了3，快速学习也很好啊。但是杀戮饥渴加4，哎，这个基因就很完美啊，因为杀戮饥渴对我们来说也影响不大，它就等于配平了啊，就不需要我们额外的去找基因给它配平。但你看这个夜视呢，它就只是单独的啊，代谢力减1，这样呢代谢率负的越多呢，这个小人就会吃东西就越多啊，对于你的这个负担会比较大啊，所以你要看清楚啊，有一些好这个基因。比如说负面的基因可以留下来给它配平啊，但是没用的基因我们就可以给它清掉，省着占用太多的这个基因库啊。好，我们继续啊。这一期呢，其实从这个视频进行到现在的这个程度啊，我们的这个基地已经稳步发展了啊，就是绝大多数基础的内容已经跟大家讲的差不多了啊。接下来呢，我觉得能说的东西其实已经，或者说能成系统的去说的东西已经不是很多了啊。我的想法呢是后边我就一是我要考虑用加速来处理这件事儿啊，二是呢我考虑就是除非讲到一些之前没有说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点啊，其他东西我们可能会做一些略过啊。但有的小伙伴比较喜欢看全流程啊，说是跳太多了怕这个不连贯跟不上啊，我也会考虑到这部分小伙伴的这个考虑啊。但是我想说的呢，就是我能够讲的这个面向萌新向的这种纯基础项的内容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已经没剩多少了。就是遇到什么我们就分析什么，反正环世界这个游戏就是这样的，基本上都是见招拆招啊，遇到什么我们就处理什么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来继续啊。我们这边触发了一个事件啊，火山冬天啊，这个火山冬天呢，算是环世界里比较重要的几个大型的极端天气啊，但是它其实还好啊。最恶心的大型极端天气是有毒尘埃啊，有毒尘埃一是对小人的健康会有很大的影响，二是作物啊、田啊，甚至这个袭击之后的这个尸体啊，都会很快的腐烂啊，对我们的影响是最大的。如果遇到有毒尘埃，我建议大家就回档啊。火山冬天还好啊，火山冬天呢，一般来说就是阳光会变得更弱啊。我们一般来说这种户外种植的阳光会变得更弱，它生长的会更慢，然后天气会变得更凉一些啊，就有可能这个，比如说在这个冬天的
的时候，本来这个作物在这个沙漠里冬天还能长一长啊，但是在火山冬天的冬天就真的不能长了。火山冬天的持续时间也是不固定的啊，短的话几天就过去了，长的话可能这个持续几项啊，也就是说2-3个季度都是有可能的。比如说30天、40天的火山冬天啊，也是有发生过的，所以不好说它能持续多久啊。然后呢，火山冬天呢，我们会有这个大量的烟雾滚滚，就是遮住阳光，有点像是我们机械集群带来的那个发烟器啊。如果你是有黑暗亲和这个文化啊，如果我们在文化里如果选过黑暗亲和这个文化，小人呢在黑暗中战斗有加成的话，这个火山冬天其实反而我觉得是一个正面的啊，甚至有的小伙伴为了玩这个黑暗亲和的这个文化，会特意把这个机械集群的那个发烟器给它留下来啊，甚至都不去把它去除掉啊，这个也是一种思路啊。反正哎呦又被打死了，谁又死啦？好家伙！没事就打死人可还行啊！现在这个囚犯多了，不好管了，死就死了啊！我现在反正囚犯还是挺多的啊。我这里刚才说完啊，就是如果你有那个黑暗亲和的这个文化，也可以考虑去啊，好难受啊！哎，就2个吗？真的吗？哦，就2-3只啊！哦，2-3只还可以啊。如果多的话，这个盘山集群啊，多的话你基本上不可能不处理的。我遇到过200-300只的这种盘山怪集群的过来啊，这种你虽然说他们有一个时间限制啊，它这里会有一个时间限制，过了这个时间，他们自己就因为能量不足啦，或者什么样一样，就自己变成干尸了，就倒地了。虽然这么说啊，但是有的这个盘山怪集群，比如说来了100-200的那种啊，他们会就是你家里的基地如果大的话，很快就会逛到你的基地附近啊，很难。只要他们的视野里出现我们的这个小人啊，就会有攻击的欲望啊，就很难不被那个什么到啊。你看到这边看到我们了，就有了这个攻击的欲望，很难不触发他们。然后最好还是提前给它解决掉啊，这个不要有什么太多的侥幸心理啊。那这个盘山怪来了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意象里边啊，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意象的这个实体巨石啊，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实体图鉴啊。我们现在还差2个，一个是这个前期最简单的，就是点数最高，但是在第1阶意象题里啊，点数最高的这个巨人，还有就是这个死灵迷雾啊。这死灵迷雾一直不来，导致我们的死灵阵一直做不出来啊。死灵阵是我们这个版本的版本之神啊。有了死灵阵的话，我们的这个袭击的强度，就可以应对的很轻松了啊，就更轻松多了。但是死灵迷雾一直没有来，那你要是想触发它来，其实是可以自发的去，自己去举办这个仪式的。只要举办这个虚空扰动的仪式，它就会优先的，只要我们没有开高级意象啊，它就会优先的来这2个，没有来过的这2个，它就会优先的来啊。但是由于我们现在刚经过大战，我们需要修整啊。你看我们这边地上还有好多的尸体没有搬进去啊，我们要抓紧先把这个修整完啊，让小人呢做一下调整，然后我们把这个死灵迷雾给它触发出来，这样我们就有了这个高级的，不叫高级的，就有了死灵阵可以用啊。之后这些尸体呢，也可以考虑人类尸体可能还是屠宰比较好，一些大型动物的这种尸体就可以考虑留下来啊，作为我们的死灵阵的一环啊，为我们后边防治袭击来用啊。好家伙，战斗力挺强啊！天哪，9000点的心灵飞船了！我的财富有这么高吗？18万而已，至于吗？9000点的心灵飞船，这心灵飞船就恶心多了。3个炼狱魔王，我的神呐！3个炼狱魔王啊！哇，至于吗？27个镜堂。7个歇春啊，这种我建议就拿迫击炮轰啊，轰完了让他们直接走阵地啊，否则不好处理啊。我们先把迫击炮赶紧给它补全，
我这边有五个炮管啊，赶紧先把迫击炮给它做好啊。好，我们这边拿着这个我们之前做的一些胸衣，再加上一些乱码七糟的武器啊，做了一包啊。然后我们把这个敌对的部落也给它投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部落的好感度啊，就是这是侏罗联盟。其实最好投这个智人种外来者啊。我看我们周围有没有外来者，在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就稍微有点远啊，但是也不是不行啊。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投过去啊。投不过去，那投不过去，你可以在这里把这个运输舱的这个燃料值给它设置的高一点啊，设置的高一点，小人去补，这里就能投过去了啊。我们再投一个外来者的友好派系啊，一是可以招更多的外来者好兄弟，二来是，我们可以去贸易啊，贸易的这个对象就又多了一个啊，否则我们贸易起来太慢了。160多应该还是不够投出盟友的啊，初始的这个好感度是-100啊，就是加60多，我们争取加75以上，直接就给他投出一个盟友来啊。我们这边再装一点有的没的东西进去啊。反正家里的这些破烂啊，我们留着也是占财富啊，这都已经落下9000点的基业集群了，我赶紧把这些没用的东西赶紧该扔扔啊，该投投，能投多少投多少啊。头盔我也不要啊，然后这些胸衣啊，我们继续啊，做出来的就直接给它投掉啊，甚至钱我觉得也可以投一些啊，不要心疼啊，这些东西屠宰了之后就又是钱啊，我们就又可以去滚起来了，这个东西不需要心疼的啊，我们先装这些看看，如果不够再说。抓紧，我们先把这个排炮造好啊，很重要。我们再做一点这个高爆弹啊。我们已经等了稍微一段的时间了啊，需要去处理我们的这个机械族的问题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啊，去处理之前呢，我们最好先开个第一啊，跳个第一，稳定一下大家的心情啊。毕竟新人低语对于这个小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然后我这边临时做了几个迫击炮和一些这个高爆弹啊，同时用来炸这个心灵飞船的。好，我们这边做了一个有趣的节日啊，然后看一下大家的状态啊，这个饿的让他们先去吃一吃啊，把这个状态尽可能的都是绿的啊，然后我们再来去处理啊，我们先去给他们补充一下各自的状态。好，补充的差不多了之后啊，不让这些小人去集合。集合到这边呢，这个迫击炮是必须要有小人去操纵的啊，然后把机械体先都招回来啊，招回来，或者是招在居住区里面吧，别让他们出去了啊。然后我们来操纵这个迫击炮啊。值得注意的是呢，操纵迫击炮的小人，他的射击等级越高啊，他的这个投弹的精度也是越高的啊，所以尽可能的让你的高射击小人去操纵迫击炮啊，不要随便找一个是吧路人去操纵啊，这个效果会有所下降的啊。新技能应该还是比这个小忍的要高一些的啊，所以我们就用新技能啊，就用他们几个来就好了。然后这个迫击炮呢，我是优先已经上过弹的了。迫击炮造好之后呢，你要先给它选一个弹药，它默认会选择几个，选一个弹药。然后第一次呢，这个选中这个迫击炮，勾选停火啊，一定要勾选啊，否则小人直接把它射出去了啊。你选择停火，然后
操纵你的小人右键它去操纵迫击炮，第一次操纵呢会给它上膛，然后之后再操纵的小人就会在这个迫击炮旁边去准备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勾选这个强制攻击啊，勾选我们想要去攻击的位置啊。但是现在都是停火状态，把这个停火一取消就可以了。这里呢，建议大家存一个档啊，以防不时之需啊。有的时候我试过啊，这个几百个迫击炮，几百个夸张了，几十个炮弹砸下去啥效果没有。我也都试过啊，所以尽可能的保证我们这一发还是能炸得比较准的。你可以看到我们都是高射击的小人，这一发炸的还是很准的，基本上都炸到了这个敌人身上，一下子炸死了好多的镜膛啊，这个就效果就算是很好的了。然后呢，他们就会自动的再去给他们再去上第2轮的这个炮弹，我们再齐射6枚炮弹啊。只有当这个被炸掉之后，他们才会开始袭击啊，所以现在还不急啊。我们可以让这个小忍站到这个位置去了，准备一会儿投弹啊。然后我们的这个食尸鬼啊，已经可以去到他们的各自的防御位置了。好，我们再来投一发看一下啊。好，他们射了啊，然后再射出第2轮之后，我们再就勾选停火啊，就不要再射了。2轮打击我估计差不多了啊。哎，就射出1发来嘛。我们再看啊，看这一轮就比较歪啊，没有炸到这个机械体身上啊，这就没有办法啊。那我们只能再投1轮啊。好家伙，老哥们，打这儿，好吧，打这儿啊！花你们都白花了，第1轮啊，第1轮都白花了。好，打掉了啊，打掉了，他们就会开始袭击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让我们自己的小人都去到自己的指定的防御位置啊。新技能的防御位置我们要给它做一下改变啊，在这里给它重新改一下，然后让他们两个在这里去进行投弹啊。比较不好的就是我们火山冬天加上晚上了，我们的视野会受到影响。我们这边没补灯啊，没补灯可能会是一个小伏笔吧啊，希望不会带来太大的伏笔啊。然后决定机可以在这边待命，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这个食尸鬼，是后边的食尸鬼啊，可以考虑在这边待命啊，以防前面的抵不住啊。然后呢，这边最需要注意的其实就是这大菠萝啊，3个炼狱魔王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啊。不要让他们的这个火炮开出来，不要让他们火炮开出来的方案呢有很多种啊。我们一点点说，你可以考虑通过操纵这个门啊，就是看我关门来吸引仇恨的方式，来让他的这个打不出来啊。我们一会儿把这个速度放慢，我再来给大家一点点的看啊。然后这个盾膛，这个盾膛的这个盾就有点像是这个兔盾背包的这个盾是一样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有一个技能吗？我看一下啊。我记得我有一个恒星狭缝的啊，对，我放一下啊，这样我们这技能是吧？这技能也不白瞎啊，这不就有灯了吗？这就是战场上的灯啊。好，我们这个盾膛的盾呢是可以被我们的这个EMP 所破掉的，所以这 EMP 要控住啊，控住啊，就破盾了。当然刚才应该是被打爆的。好，这回控了一下啊，前面的这都是小菜啊，要注意点这个制禅啊。这个蝉不要让它把这个火给喷出来啊，火喷出来有点影响。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消防背包，所以还好啊，影响不大啊，喷这边都无所谓的啊。火灾没关系啊，不管啊，机械体应该不会主动过来啊。大菠萝要进场了，我们要注意啊，我们的所有注意力都在这个大菠萝身上。然后体型相差比较大的这个单位之间是没有这个碰撞体积的，或者说是不会走这个线，就不会受限流的限制啊。前面的单位就限不住它，你会有的时候发现大菠萝会直接从前面小单位钻进来了，就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啊。我们要注意这个大菠萝啊，地狱魔王也叫大菠萝啊，我们要做好准备啊。首先呢，我们矿工的这些技能，比如说麻痹，比如说校园脉冲啊，比如说这个狂暴等等的这些都能打断啊大菠萝的这个 CD 这个技能啊，就是它要射击的这个技能啊。现在我们先控住它，先控住啊。第2个大菠萝进场了，好，它开始释放了啊。然后但它还没有被眩晕过啊，所以它这个 EMP 第一次就先打断。我们先把这个 EMP 的这个效果用满啊。机械族要进场，我们把这个机械族控一下。除了这个决定机以外，其他的机械族都不要过来了，都走了。
这个后边的单位，你看没有被前面的这个挡住啊，就直接钻进来了，这个就是限流没限住啊，限流限不住了。好，它又开始了，我们就必须要处理了。我们先来一个狂暴脉冲啊，狂暴脉冲这个位置是不是没有视野啊？它一直没有，我发现它一直也没有攻击啊，这里没有视野。好，我们先来一个狂暴脉冲啊，或者是这个吧。我这选的单位是不是没选对啊？好，控住了啊，这两个控住了，然后又有人起手了，我们考虑换一种思路啊，把这边把它封上，把视野封上，好，然后我们再回来啊。你视野一封上的，它的这个 CD 就会被打断啊，然后它就会想换另外一边的目标，它就会就在这里溜达一下就懵了。你看刚才这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放出来了，它懵了，它在这里转圈啊，它又开始放火啊，没关系。躲光了吗？看看没有，后面还有一个盾堂和几个，这都是被迫一炮已经炸残了的单位。这里着火是因为这个大菠萝它喷了很多的这个易燃物啊，这易燃物引发的。本来这个石砖理论上应该是点不着的，没关系啊，让它喷。好，我们加速啊，剩下的这些就都是开胃小菜了。所以有一个6级的这个灵能单位啊，对于各种袭击的这个防控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啊。控制这个大菠萝的这个伤害啊，就是靠着这个，你要不就是靠第一层就靠 EMP 啊，第二层靠我们的心灵能力啊，第三层呢实在不行就关门啊，靠这个两边的这个仇恨的吸引啊，他往左打你就关左边的这个门，往右打就关右边的这个门，等他把这个光束一收回啊，就让这个小人再回来啊，如此打一个顿挫啊，打一个往复就可以了，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好啊，这个9000点的心灵飞船我们就算是解决了。好，我们的这个加奥夫啊，也就是我们的奴隶加入了我们的殖民地啊。首先，奴隶加入之后呢，先给他做一个这个束缚带啊，这个东西是能够压制这个奴隶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奴隶的这个界面啊，它这里呢每一天会有一些压制率的增长，当压制率高到一定的程度呢，它就有可能叛变啊。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呢，一是要让高社交的小人不断的压制他，让把这个想要叛变的这个念头压制下去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一是让他不要接触到武器啊，如果接触到武器，它的这个压制率会长得飞快。另一个呢，就是要让他在经常接触的地方，比如说他睡觉的地方啊，旁边可以放一些我们的，是吧？一些像是这个牢笼啊，这个囚笼呢也可以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啊。你看这个上一个死的人死得多惨，是吧？哎，比如说可以放个这个东西啊，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他，不要让他产生这个背叛的念头啊。然后奴隶呢，最好不要跟自己的殖民者睡在一起啊，跟奴隶睡在一起是会减大量的心情的，不然谁让你拿这玩意儿呢？我们赶紧把他的这个管制方案啊，也要给他管理一下啊，管理一下他的管制方案，他能吃的东西以及包括他能够接触到的物品啊，都要加以限制啊。有点搞笑啊！我们的一个囚犯崩溃了，崩溃的种类是实体救星啊，这是意象 DLC 新加的内容啊。他会想要去释放一个随机的这个实体啊，但是由于他是我们的囚犯啊，他也出不去啊，所以他这个实体救星的这个应该就等于无效啊。如果真的是我们自己殖民地的小人出现这个，还是挺麻烦的，要及时把它控制住啊，不要让他把危险的实体给放出来啊。我们这边又准备好了一汤，我们赶紧再投一个盟友出来，这边加26肯定是足够了啊。我
我们也不在乎这点钱啊，我们就赶紧给他投出来啊，这样我们就有了3个盟友啊，3个盟友再加上我们现有的这些条件啊，我们现在应对袭击还可以啊，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越早出这个死灵阵越好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准备要进行这个虚空扰动了啊，给我们的这个还剩下的2种低阶的尸体给它召唤出来啊。那在召唤之前呢，我看看我们这边还有什么啊？这边缺少研究的项目，我们先把这个工作台这个取消掉啊，给它卸载掉。不是所有的工作台都能卸载的，像我们这种大型的高级研究台，它就是放下以后就不能动了。一些比较小型的台子，它就可以去卸载啊。然后我们赶紧造一个多元分析仪出来啊，有了多元分析仪，我们就可以解锁3本科技了，或者说更高级的科技啊。我们现在要解锁精密装配啊。为我们后边做手搓高级零件啊等等的啊，做一些准备，然后把这个研究项目也给它走起来啊。然后其实还有一个能够帮助我们来对付高等级袭击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我们的新的恋情哇，小忍上位了，雪香琴追求了小忍。将他比作耀眼的绿洲啊，小忍被深深的打动了，他们2个现在在一起了，好，小忍上位了啊，可以啊，小忍是我们的传奇制作大师啊，我赶紧给他做一个床啊。然后我们另外一个思路就是我们的这个生物技术 DLC 啊，也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现在的高袭击点数啊，就是解锁3本的这个机械体啊，我们现在能解锁的是2本的机械体，就是中型的，还有大型的机械体没解锁。想解锁大型的机械体呢，我们需要再打一个高等级的袭击。这袭击怎么来呢？就靠着这个射频天线啊，这个射频天线是一个一次性的东西啊，你把它造出来，然后让它去通信一下之后呢，就会有一波这个更高等级的机械体袭击来，我们把这个机械体打过之后啊，研究它掉落的这个东西，我们就能解锁3本的机械体科技了啊！为我们后边应对这个现在袭击马上就要上万了啊，1万就是这个袭击的最高点数啊，我们要尽快处理啊！看这个弄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右键它，选择召唤战争女皇就可以了。现在趁着没有袭击，我们赶紧给它召唤了吧。第一次来跟我们的第一次召那个大魔王是一样的，人数其实是很少的，我们有阵地是很好处理的。然后这边多元分析仪也还没造好啊，我们赶紧让它造好，我们就可以解锁后边的研究了。这边的这个屋子呢，同样也是我们的这个生产车间啊，我们把地板给它铺上。这边的地板其实可以铺更好的，但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还没有把这个财富完全放开的一个时间点啊，能压着点我们尽量还是压着点，所以我们就铺一个大理石砖就可以了。我们把中间的这座墙可以给它拆掉。这个战争女皇来了。战争女皇呢，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会招很多的小弟啊。你可以看到它这边会产生很多的这个战争爪牙。这个东西呢，之后是我们对抗敌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械体啊，就是这个战争女皇啊。所以呢，我们后边要最少到1个吧，1个战争女皇，3个阿波罗可能是我们的最终配置啊，甚至后边可能考虑2个女皇啊，看我们的带宽的情况来决定啊。所以战争女皇本体呢，其实威胁度并不是很大啊，主要在于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些单位，它可以分散我们的这个敌人的输出啊。其实我觉得在敌人手里，战争女皇并不太厉害啊，在我们殖民者手里，它更厉害一些啊。好，这波袭击就非常轻而易举的打完了，它就会掉下来一个新的这个芯片，把这个芯片让机械师去研究一下啊，这个2本科技就可以解锁了。这期我们给它同步协调的这个，我们赶紧给它拿回来啊，否则放在外面它会腐化掉的。
我们再来贸易一波啊！我们把这边做好的衣服卖一下，没什么太多好东西啊。麒麟出音枪一把，仿生币我们自己也能做啊，我不建议买啊，我就不买了。然后炮管可以补一下，补2根炮管。超级愈合基因，我们看一下啊，超速愈合还不错啊，还不错。这基因我们拿了啊，收了。然后心灵捕猎发生器啊，这个补一下。然后心灵侦探又刷了，我们就要1个就行了，这边不要了啊。然后买下了所有的医药，买下了所有的中线胺，其他的东西都不是很需求啊。我们还有1000多块钱，我可以买一点钢血和丝质血清啊，这个东西，战斗的时候、临场的时候用一用是非常好用的啊。我们这边把钱尽可能的花光啊，不要留这个无用的财富值，差不多了，可以了，我们回来。我们这里呢，因为装了模组啊，是可以搬运这个地热的。地热是以一个家具的形式存在的。我们现在开始补基地里的这些地热发电机啊，把电力全都给它补充好了之后呢，就不担心这个后备能源不足的问题了。需要注意啊，这个地热它是很热的啊，你可以理解为啊，所以一定不要把地热的这个房间封屋顶啊，这个屋顶是掀开的这个状态啊，不要封起来，封起来这里肯定会过热的啊，这个一定要记得注意。然后地热这个东西呢，最好不要贴墙造啊，因为贴墙造容易造成，比如说这个地方着火了，小人是没有办法去扑火的啊。地热贴墙的话，地热有点像个墙体一样，小人是没有办法穿过的啊。这个地热最好是周围留一圈墙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去建造啊。然后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我们因为要准备开高级异象了啊，因为我打算把这个跳大神儿，把剩下2种异象给它跳出来，然后就开始开高级异象了。开高级异象最大的一个问题呢，要注意这个把基地里所有的能笼罩的范围啊，都最好给它布上灯啊，就用我们这个壁灯就挺好的啊，就是所有能笼罩的范围啊，就我们现在因为在大规模的挖这个金属啊，所以铁相对来说是比较富裕的啊。能够补的这些地方呢，我们都给它补上灯啊。这个是为了防止我们后边一些高级异象来了之后，对我们可能造成的一些问题啊。优先把这个防御措施给它做好，之后来了呢就不担心啊。我们能补灯的地方呢，尽量都补一补啊，都补一补。包括这边啊，这边的空间我们只是圈起来，但是还没有做任何的安排，我们也都给它把灯给补上啊。我们文化点数又到了，我们把这几个节日都给它跳完，开始第2次的文化改革，加入我们的第3个这个文化的选项啊，把这几个全都给它跳了。跳完之后还能加派系好感度啊，应该是加满了吧？我刚才没看见加啊，已经满了，这边已经满了，可惜帝国太远了，加不到啊。那满了其实不用再跳了啊，跳不跳都无所谓了。我们现在就可以进行这个文化改革了啊。这一次改革呢，我们要加入我们的第3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这个魔音啊，就是这个集体主义啊。有的小伙伴可能觉得集体主义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一般啊，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工作激励3倍啊。这个东西在游戏后期是一个很厉害的能量，因为游戏后期我们在那个我们的工作间里啊，大家都在工作的时候，这个3倍激励能带来的效益是很高的啊。它能够快速的把你每次袭击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快速的转化成成品，我个人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魔音啊。
也是版本答案之一啊。那你如果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特点，不想用的话呢，我这里也推荐几个可以选的。首先，化学极乐可以用啊，因为化学极乐有一个大麻聚会啊，但是大麻聚会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在确保这个最近没有袭击的时候用啊，你要种大麻才行，它需要用大麻来做啊。这个东西能给小人带来的心情增益是很高的啊，而且带来的这个收益也不错啊，这个心情的收益不错。但是大麻的最大的问题是它解意识啊，如果你这个刚开完大麻的这个极乐聚会，化学极乐就来袭击的话，对你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啊，这是一个。传教热诚是可以加的，如果你打算中期快速扩张，招更多的小人的话，传教热诚能够确保让我们的所有的小人都能快速的洗成我们的教啊，这个也是挺不错的啊。主要就是要这个传教频繁的这样的一个戒律啊。然后技术融合也可以加啊，技术融合呢，它主要就是有一个这个年龄逆转啊、身体塑形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呢，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技术融合，可不可以用这个塑形舱也能用啊？只不过呢，没有它这个技术融合用得快啊。但是你一旦选择了这个技术融合呢，它就需求这个年龄逆转，就是所有的人都必须一段时间内都要被逆转一下，否则他就会不开心啊。这个在现版本我觉得完全被这个我们的意向的那个跳大神所碾压，所以这个的推荐度已经我个人觉得不是很高了。还有一个什么比较好的呢，就是这个黑暗亲和，就像我之前说的啊，如果你的这个地图上有那种发烟的那个机械集群，你可以考虑把那个发烟器给它留下来啊，然后全员转这个黑暗亲和，这样的我们就可以得到黑暗亲和的带来的一系列的加成。而且采矿专家我个人觉得也很好啊，因为在现在的这个时间点，我们现在特别缺矿啊，临时的把这个采矿专家拿出来用一用，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啊。反正只要我们能够改革，我们就可以随时的来改这边的这个魔音啊。然后重点要说一下这个非人化啊，非人化这个魔音呢，在这个意象 DLC 版本里的收益是非常的高的啊，因为很多这个意象的 DLC 带来的那些好处、那些增益的东西，我们如果不是非人化的小人去用，它都会有很高的这个惩罚，但是非人化就不会有这个惩罚啊。但是呢，你要是非人化，你就整体所有的人都非人化，否则如果有非人化和没有非人化的小人在一起混用的话，是很容易出事儿的啊，他们之间的这个相互的象性会减少，会经常的打架生事儿啊，这个你是需要额外的注意一下的啊。哎，这几个魔音是我个人比较常用的啊，像是有一些这个可能也很好用，但是我没太用过的啊，比如说盲眼世界啊，用来提高这个精神敏感度啊，劫掠成性，这是另外一种云端流玩法了，这个我也没用过啊，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就选这个集体主义就可以了啊。集体主义呢，主要就是要它的这个工作激励3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东西啊，主要就是要这个东西，其他的都不太需求啊。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魔音里边啊这边的这个心灵仪式推崇也给它加上。值得注意的是呢，如果你的，因为我是打算只用食尸鬼做近战的啊，或食尸鬼和机械族做近战，我们的所有的小人都是远程小人啊，所以我这里有一个戒律是推崇远程比夷近战啊。如果你想打造近战的灵能小人，灵能小人来说的还是近战的最强啊，近战灵能是王道啊。近战灵能是最强的，因为有很多的人格的这个武器对于我们的这个灵能小人的加强很大啊，所以用近战会更好一些。那你如果想要的，你要记得把这个什么给它改掉，把这个戒律给它改掉，否则可能会对你有比较大的影响啊。其他的我们这里就不改了，我们把仪式再重新添加一下，我们还是用我们的这个劲舞派对啊。我们的好感度现在已经比较容易维持了，这回我们还是给它换回摇人的这个派对啊。我们现在又面临着这个中期的扩张的问题了，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算是游戏中的这个正经，算是中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了中期偏后一点点吧的一个时间点啊，正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时间点啊。然后当你人数都够了之后，附近派系的好感度也很好了之后，你可以考虑用这个补充精神力啊，这个能快速的帮你的小人去补充精神力。如果面对游戏后期这个袭击频率很高的时候，这个补充精神力还是挺香的啊。我这里就做这样的一个推荐啊，如果你已经到了后期，可以考虑这样的一个改变。好，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开始准备跳大神啊！跳大神就选一个最不重要的小人啊，因为
跳大绳，我们的发起者可能会昏迷几个小时啊，我们就选一个最不重要的人啊，就让奴隶去做就可以了。我们来开始跳一个。其实现在跳我有点心慌的，因为兰迪好长时间没来人了，这两个要是混在一起，当然一起来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增益啊，但是如果是先后来的话，对我们来说打击可能会比较大。我就跳了，比较莽的一种行为啊。当然我刚才存档了啊，如果势在不可为，我们到时候再回档好了。这边一直亮桌，没有人工作，我们把制药的优先级给它调一下。来的是血级巨人啊，7000点的血级巨人。血级巨人算是比较好处理的，而且我们现在比较缺这个科研点数啊，比较缺这个就是火铁啊，火铁的产出来源啊，血级巨人算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火铁的产出来源，我们就挺不错的啊。来吧，火级巨人。你别看它看起来好像是挺吓人的啊，7000多点啊，但是血级巨人因为它全都是这个远程单位啊，实际上强度并不是特别高啊。当然前提是你要在封闭阵地里啊，你要是开放阵地就不好说了，要注意一下他们的攻击路径，他们有可能会去砸墙砸门啊，小概率啊，小概率。如果发现他有砸墙的这种行为呢，就让你的这种小人去站在这个门的后边啊，增加这个门的威胁度。他应该是去他去找这2个访客了。哎呦，这个访客好像是家族访客啊！好家伙，那这可能会有人心情要崩了啊！家族访客这是。我们要就是如果担心他砸的话，就让小人站在这个门的后面啊，增加这个门的威胁度。然后机械体赶紧都给它关掉啊，否则如果一旦血迹巨人进屋了，那威胁就大了啊！他只要是走阵地，这个威胁其实并不高。我们的射击专家有一个没有，我们的血族在休息啊，在睡啊，死了，不知道这是谁是我们的那个啥，我们的家族成员啊，并不清楚。看一下他们的行动轨迹啊，看他们往哪儿走啊。这里也有可能是他们的一个点啊。又往回来了，我们先在这站着啊，可以啊，再进。哎，这种排站进的这个血迹巨人就很简单啊，当然前提是这个墙不能破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墙，还是挺重要的啊。能尽早的换成全玻璃钢的尽早换啊。小忍其实没他啥事儿啊，让他先去吃饭。哎，这你跟着掺和什么呀？你挺火。好，我们这里利用一下模组啊，把这个速度加起来。好，阿金可以回来。注意一下小红和小忍啊，别让他们瞎溜达。这边墙破了啊，这种就挺危险的，我们赶紧让他来修一下墙。这怎么还通电了呢？这边我可能是搞了电线啊。什么东西进来了？小红你在干嘛？什么东西进来了？赶紧吃去。结束啊！需要注意的是，血迹巨人是唯一一个，虽然是意象实体啊，但是它的产出的皮是希望的皮啊，所以这一波财富铁定是爆炸的啊！要赶紧加快处理你的财富值。
你这边巨人还没走啊，我们探测器响了。这个探测器响了，要不就是幽魂，要不就是隐形魔啊。无论是哪一个都不太好弄啊，我们赶紧来啊，看看是哪一个。隐身魔啊，隐身魔相对，如果就一点点的话，如果不触发尖效的话，相对还好。啊，尖效了啊！好，真棒啊！呵呵，那就不知道后边有没有啊？我们先在这站着等一会儿啊，看看后边还有没有啊，来决定我们接下来一步怎么处理啊。隐身魔啊，就是讨厌啊，主要是主打一个讨厌。我们要赶紧把这个尸体处理一下，再不处理要全烂了啊！然后上一次袭击就留下来了一具这个血滴巨人啊，都打死了。第二个死在了这个研究台上，没来得及救回来啊，很可惜啊。这个是前期能获得的，能够产出火铁的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实体了啊。我们就让食尸鬼在这儿站着啊，万一有隐形魔来了，可以帮我们作为第一道防线。3队纯近战的机械飞唐啊，来到我们这边了，10000袭击了。哎，我记得10000是封顶啊，不是10000吗？难道我这才18万啊？我的这个袭点数已经到10000了，那难道我记错了？不是10000封顶，20000？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又来袭击了。我们所有人最好先缩进来，他们会准备一段时间啊，所以所有人最好不要离开这个家太远的地方。这个飞唐比较好处理啊，飞唐只要依托我们的阵地，相对来说比较好弄啊。黄暴啊，没关系啊，问题不大。这里的尸体能处理就处理掉，处理不完我们可以把它就是腐烂的尸体可以存起来了，作为我们死灵阵的一环啊。我们下一个召唤的就会是这个死灵迷雾了。好，天亮了啊，我们准备。小红可以站在这儿作为修墙的单位，用来给我们修墙。然后机械体也不要出门了啊，再出门容易出事儿。数量真的很多啊，数量不少啊，一旦被他们进来，对我们来说威胁还是很大的啊。然后这个掘进机啊，不要走了，掘进机留下来作为候补单位啊。主要是我们还有一队没有出现的隐身魔啊，不知道会什么时候来啊。能跟他们遇上自然是最好了，遇不上就很难受啊。这边的这个点数很低啊，在2.2天啊。提供6名战士，这个不去啊，我们没有这么多人可以做。然后上一次刷出来的这个任务，我觉得也不值得啊，也不值得。有的小伙伴问这个2层袭击是什么意思啊？就是2波啊，就是2波这个2倍难度的这样的一个袭击，这么理解就可以了。这从哪进来的呀？我的神呐！我们刚才没有把速度调回来啊，有点出事儿了，啊！然后让我们的小红去赶紧把这个门给它造了。顶上啊，顶上！小红去了吗？小红赶紧去啊！不能，还是不能不减那个啥，不能停止减速啊！小忍可不能死了！好家伙，小忍可不能死了，这要死了就容易出事儿了啊！找个人去救一下啊，救一下。矿工，
矿工去救一下。首先我们先来一个，这会眩晕所有人的啊，这个不好啊。我们先把这个小忍的伤治一下，正好，然后我们撤出来啊，撤出来。赶紧打啊！赶紧打！阿金怎么打的这么慢？赶紧！这个小忍倒地了，应该是疼痛过度了啊！好在没掉什么零部件啊！哎呦，你别看着了，快来帮忙！门修了吗？门正在修啊，问题不大。小红修完门，捡起这个 EMP 继续。来继续。得保新机男啊，新机男不能再出事了。好，阿金。矿工可以回去了，应该问题不大了啊。我们来装备 EMP 啊，来作为备选啊。坏了啊！这边刚打完这个袭击，这个灯就亮了啊，说明要来人了。我们不行，得召盟友了啊！再不召要出事儿了啊！赶紧让小忍看看能不能呼叫一下。这边要出事儿啊！小红和新机男可以先撤一下，可以先休息一下。这边应该是来隐身魔了。我们这边的墙赶紧继续修啊！阿白和阿布可能要死啊，让安金随时顶上。阿白倒了，赶紧，阿金要往上上。哎呦，阿金还走不过去啊。矿工赶紧。实体逃脱，哎呦，真难啊！实体逃脱让绝缘机在这儿堵着，老大去弄啊，否则应该是来不及的，搞不定的。绝缘机顶上，又有隐形魔现身，在哪啊？哦，应该是指的这个地方实体逃脱，让老大去。我估计现在叫人也来不及了，已经进场了。小忍该干嘛干嘛，歇着吧。好，没有了啊，我们撤啊，解散。然后隐形魔，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生物比较少啊，我们把隐形魔能抓的我们给它抓了。好，新一届边缘人才招聘会开始了，又来了一群这个难民啊！这些难民里都是人才啊。首先拥有一个土焰种，
土焰种是拥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基因，就是这个擅长近战基因啊，这个基因可不怎么常见啊，并且土焰种的这个挖矿效率都不错，而且还是个工作狂，可以留下来当实习生挖矿。但土焰种拥有日光过敏、慢性子这两个不太好的这个基因啊，就是相对来说，白天工作肯定是不行，而且慢性子的话，它的这个移动速度比较慢，当正式员工差了点儿，但当实习生肯定是没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团体里竟然还有这个幽旅种，这也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种族啊。它拥有心灵伴侣这个基因，这个基因我们之前买到了，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拥有心灵敏感这个基因啊，这个基因也不常见，更别说这个天性豁达、善良，这都是很好的这个基因啊。所以这个幽旅种也是不错的，而且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智灵种啊，我看看在哪儿啊？刚才还看见了智灵种这个吧。对啊，智灵种的也有我们很喜欢的这个基因啊，手工超群、智识超群啊，这些都是我们喜欢和想要的啊。细长手指也是不错的，能加这个操作能力啊，这几个人都是人才啊。然后这个智灵种的这个特性也很不错啊，有3个非常好的特性，但是智灵种天生绑定这个懦弱加脆弱啊。用来做远程，在阵地里做远程其实还可以啊。他可以留下来做支持工作啊，但是支持工作就必须用正式员工啊，我们的奴隶是做不了支持相关的工作的，所以如果要抓他的话，他只能当我们的正式员工啊。无论如何啊，这次边缘人才招聘会不能再失败了，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引进比较好的人才了，所以我们这次要把他们都留下来啊。我们看看怎么来处理啊，这次我们得存个档啊。首先这几个人才啊。人才基因我们首先得留下来啊，其次就是，其次是最好这些人都别死啊，都别死。看一下啊，这是智人种，这个啊，这是智灵种，这个智灵种的这个优先吧啊，这个是100%成功的啊，最好能让他们同时去进行是最好的啊，但是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没有实现啊，没有实现，我们就不要吝啬了，我们该用就用啊。上一次就是没舍得用这个什么，导致我们人才的大规模流失啊。这回我们该用就用啊。哎呀，烧脑子了。但是没关系，我们现在的这个什么下烧脑子已经不是什么大事儿了啊，烧脑子可以解决的。这是个智人种啊！你们仨都跟这个智人种较什么劲啊？不要他啊！这已经死了吗？我刚才的抓了一个，烧了一个哦，应该是这个。对啊，把他也给留下了。好，把这2个给留下来。剩下的这些可要可不要啊，要也可以，不要也可以。随便开2枪吧，能要就要啊。Several days later. 我现在囚犯太多了，并且尸体也爆炸多，然后阵地我虽然补完了，但是问题还是很多啊。我们现在财富值来到了19万啊，我其实有点心慌啊，这个财富值的数量有一点点让人心慌。抓紧把这几个人才能够招聘进来啊，这样能补充我们的实力啊。我们这边打的阵地可以给它做起来了啊，这边还有1半的阵地啊，有这个阵地在呢，可以帮助我们去进行分流的。之前这个监狱这里是往外多突出了一些格子的，我们把这边的空间给它改一改啊，然后让这边的监狱的墙重新的画回来啊，然后这边是我们阵地的位置啊。
死灵迷雾来了。那这期我们没处理的尸体就有点麻烦了啊。现在我应该刚才那啥之前，我先把这个处理了啊，这个我忘了啊。没关系啊，这点东西复活了，影响应该也不大啊。我们把这个删了，然后看看能不能优先搬过去啊，把这边的新鲜的给它勾掉啊。死灵迷雾来了啊。好，这边我们就有了新的可研究项目啊，终于可以研究了。最后一个才解锁我们最厉害的死灵尘啊。死灵尘主要就是这个死灵背包和死灵弹啊，非常的强劲啊。我用3个非常啊。死灵迷雾让谁站起来了？这是谁啊？不知道。这边应该是来不及了，来不及我们就先进去啊，先不要去处理，让我们的食尸鬼去处理这些事情。好，刚跳完一个进舞会啊，来了一个人，我们先把这个人收下啊，先不管别的。然后这边刷了一个被动的任务啊，机械机群与心灵抑制器啊，这个在周围有一个心灵抑制器会对我们的女性产生这个作用啊。这个任务一般来说不太难啊，我们派1到2个人，其实人越少越简单，你派的人越多，那个地图上刷的这个机械体越多啊。我们暂时先不管啊，我们心情还可以，只有铲除瑶不好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血迹巨人这里有一个家族啊，家族应该就是他的女儿啊，被这么近亲啊，要招这么近亲，救一下好了，没救啊，结果女儿死了，导致这边的这个心情减益非常的大啊，除了他以外，大多数人还可以啊。这边有一个心灵意志啊。在哪个位置啊？还可以，不算很远啊。这个我们可能要留到下一期啊。下一期我打算把这个还有这个机械群也给它打开，为我们之后造3级机械体做准备啊。我们一个机械师的话，机械体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啊，实在是太少了。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的意志，目前好像没看出来有什么太多的效果啊。等这个死灵迷雾过去吧。然后这边我们也开始造第2半的阵地啊。人数多了之后就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新来的这个小人的属性啊。首先，他肯定是我们文化的啊。可惜他是标旗种的。标旗种固定，这又是一个新的人种啊。标旗种固定的是我们的这个不可阻挡啊，格斗超群、射击超群、痛觉动感，这个敌人用其实挺厉害的。但是它，心灵侍从未必是坏事啊，心灵侍从，但是它一定会活力水依赖啊，这个有点不好啊。活力水依赖我们现在好像还供不了，还供不起啊。我们看看研究这边，要不我们先把这个活力水制作给它走掉啊，为了我们的这个小人啊，但这个小人射击技能还不错啊。那这个脑子慢并不是这个标记种带来的，厌恶男性，枪手心灵失聪是他带来，这2个都算是比较坏的特性啊。冷枪手算是不好不坏吧。我们就收下它，暂时先用着啊，先用着。
好，我们本来想等这个死人迷雾结束之后再去处理这个心灵意志的，但实在是不太好弄啊。我们现在所有女性的这个意识都只有50%啊，由于这个心灵意志的一个原因啊，我们现在就去处理一下啊。处理的话也比较简单，我们就让2个人去吧，派一个矿工，一个机械师去就可以啊。只不过呢，要让机械师带一下这个 EMP 啊，作为一个辅助啊。虽然他的这个意识只有，最好让1对人去啊，那就不让机械师去。我看看啊，那大厨去行吗？家里的饭够不够啊？家里的饭可能会不够啊，大厨走了也可以。我记得我是储备了2号厨子的啊。好，那我们就是最好让夫妻2个人去啊，不要就是把他俩分开啊，因为他们2个是心灵伴侣的关系啊，离开了的话，这个战斗力会大打折扣。让他们2个人去就好了。我们组建一下远征队。就看我们的大厨和我们的矿工2个人啊，可以带一些这个动物啊。我们家里又自动加入了2个骆驼啊，带一些动物，然后我们去处理一下我们现在处理不了的一些财富啊。害人皮革太多了，我现在加工不过来了，我们要把它处理一下。一些不要的东西啊，我们都可以给它拿去处理掉啊，包括这些没用的枪啊，这都是空占财富的东西啊。好，我们这边进入了啊，进入了之后呢，这些机械体其实刚开始都是休眠的状态的。哎，有一高脚护盾，其实挺好的啊。其实就是这2个炮塔相对来说比较难处理一下。我们先把这个骆驼给牵上啊，省着这个骆驼跑掉啊。工作里啊，他们2个都可以。我们先牵一下骆驼。然后其实最简单的方案就是不管啊，就直接走进去就可以了。这边有一个定时探测器2.4天激活，最简单的方案呢，它只要不是这个运动的探测器啊，就无所谓啊。最简单的方案就是走到这个门里啊，直接就把它打掉啊，打掉。反正在这个屋子里，其实他们也不会，我们把这门占有就可以直接打开了。好，我们就直接走进来啊。直接就把这儿的这个给它打掉就完了。我身上怎么这么多武器啊？身上怎么这么多武器啊？直接把它打掉，这是最简单的方案。但是这边有一个高脚护盾啊，想要这个高脚护盾呢，就要处理一下这些机械组啊。但由于我是带了矿工来的，矿工有很多的灵能，处理这些机械族其实也不难啊。那我没有带这个手雷啊，就是比较好的话，最好带一个手雷啊。不带手雷想处理炮塔稍微有一点麻烦啊，但也不是不能处理啊。我们这里存一个档，以防发生意外啊，因为万一发生什么意外的话，还是有点麻烦的啊。我们走过来，首先把他们2个的自动开火给它关掉啊。其实这就可以走了，这点东西其实也不值钱啊。讲道理是不值钱的，这门不能操作啊，我们就占有它，我们就可以操作了啊，属于是我们自己家门了，就可以操作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切换成这个 EMP 啊，EMP 我们可以把这个炮塔先给它控住啊，看一下我站在哪里比较合适啊。要不我们站这头，我们可以一炮把这个炮塔控住啊，然后我们其他的就狂暴脉冲掉，狂暴脉冲他们就会去打这个炮塔，就可以把这个炮塔给拆掉。当然这是我理想中的状态啊。你等会儿啊，先让他们站起来啊。我觉得现在也可以，也可以。好，然后我们就切回来啊，切回来。好，切回武器，然后把这炮塔先打掉。因为敌人我们是可以操控的啊，炮塔不好弄啊。
好，稍微受了点伤，问题不大。最好先处理，不先处理飞档也行啊，飞档可以留住我们的那啥。但我们现在这个心灵伤已经很高了，想放第二个红光脉冲不太好放。好家伙，你真疼啊！来来来，再晕上了，再晕上。好，他炸了啊，他炸了，他炸了，我们矿工往回撤一下，往回撤一下，然后先不着急啊，先不着急出来，我们打。好，这样就死掉了啊！看一下伤势啊，稍微烧伤了一下，自己给自己包扎一下。我们这边已经包扎好了，没关系了。然后这些处不处理都可以啊，重要是要把这个护盾给它拆除了。不拆的话，这个护盾我们带不走啊。然后我们就可以重组远征队了。重组远征队，我们甚至可以去交易一波啊，把我们身上一些想转化的这个财富啊，给它做一下转化啊。凳子、桌子这些就不要了啊。重点的是要看吃的啊，吃的我们要全都带走，所有的吃的、所有的药品啊，全都带走。好，让他俩去刚好顺手贸易一波啊。然后这边家里死雷迷雾也结束了啊，现在就剩一个火山冬天了。好的，那本期视频的时间也很长了，这一期录了很久啊，经历了很多的袭击。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已经把所有的低级的实体都给触发完了，下一期上来我们就开始开这个高级实体啊，为我们最终的这个异象决战啊做前期的初步的准备啊。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觉得这视频做的不错，不要给下面一个3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大家拜拜喽。